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万代金环、富甲一方的发财富贵之象，手腕线与人的财富、机遇、健康和子孙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其中，第一条手腕线代表生理机能状况，第二条手腕线表示子孙和财富。每个人的手腕线生长状况都不一样，那么什么样的手腕线一生会大富大贵呢？首先来看最重要的两条线。第一条健康线，这条线可以看出你的健康以及大概的人生走向哦。如果这条线特别明显的人，恭喜你，你会有一个健康快乐的长寿人生。如果这条线有小小断成两条的朋友们，那么你要考虑一下改变你的生活习惯，要让自己吃得健康，还有不要懒，太多事在身上搞得自己压力很大。第二条财富线，基本上你也会有这条。如果你的这条是很平平顺顺的，没有断掉，但也没有特别的深，那么就跟这条线的样子一样，你这一生的财运也会平平顺顺的，或许不会大富大贵，但绝对是能让你用钱不求人的满足过一生。当手腕出现以下纹路时要注意了：一、十字纹手腕线第一线中间如出现十字纹，表示此人年轻时生活艰辛，经过自己不断努力，中晚年顺利，事业上必能大发，财富和健康都能有很大收获。二、星纹手腕线上出现星纹，并且第一、二纹路清楚明朗，表示此人必获奇财，或是可以自得外之财。三、三角纹手腕线中心发现三角纹，表示此人必获遗产或是显要之职。四、倒纹，当手腕线上出现倒纹时，表示此人身体状况不佳，精神萎靡不振。倒纹象征纵欲无度，手腕线第一线上出现倒纹，其他线并无倒纹，表示年轻欲望强，中年之后开始收敛，精神转好，运势也变得平顺。五、链状纹手腕线第一线呈链状，而其他两线优良，表示此人年轻时不够乐观，甚为劳碌，最后必将获得成功。手腕线的好坏与父母的遗传特别有关，你的机运、财富与健康，甚至未来的生育能力，都能从手腕线的形态上反映出现。每个人的手腕线不同，面临的考验与曲折不同，人生的际遇也是千差万别。有的人安享富贵，有的人却贫苦一生，有的人能一夜暴富，有的人却只适合劳而有获。当然了，除了上述说的几条笼统的手腕线外，女人手上有着这条线绕手腕，晚年可享高寿，子孙满堂，享富贵。大家一起来接着看一看吧。一、生命线，如果手腕上有这一条线的人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是一个快乐健康长寿的人。如果这条线上有小小的断成两条线的朋友们，那就要在生活中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了，不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但是如果这条线断的不止一个地方的人，大家就要注意，这代表你的童年的路会比别人走得困难一些。二、财富线，如果手腕上有这条线的人，并且是平平顺顺没有断掉的人，那么你这一生也许不会大富大贵，但绝对会让你不缺钱花。三、名人线，上面两条基本大家都会有，可是第三条就不一定了。如果有这条线的朋友，并且中间也是没有断掉的，那么你在今后的人生中肯定会名声大噪，并且成为对社会有一定影响力的人。大家的手腕上都有这三条线吗？四、十字纹手腕线第一线中间如出现十字纹，表示此人年轻时生活艰辛，经过自己不断努力，中晚年顺利，事业上必能大发，财富和健康都能有很大收获。五、正尖角形手腕线上有其他线所围成的正尖角形，但非三角纹，表示此人将因头脑聪明或特殊的天才或是幸运而获得巨大财富。链状纹手腕线第一线呈链状，
而其他2线优良，表示此人年轻时不够乐观，甚为劳碌，最后必将获得成功。6. 星纹，当手腕线上出现星纹，并且纹路清晰，表示此人将有一笔不小的外财，可能是偶遇发财良机，亦可能是赌运特别好，牌桌上有所收获。7. 三角纹，当手腕线中心发现三角纹，表示此人祖业丰厚，能继承遗产，一生运势较好，多走仕途，是达官显贵之人。手腕上有三角纹的人天资聪颖，在事业上能有不小的作为。8. 倒纹，当手腕线上出现倒纹时，表示此人身体状况不佳，精神萎靡不振。倒纹象征纵欲无度，手腕线第一线上出现倒纹，其他线并无倒纹，表示年轻欲望强，中年之后开始收敛，精神转好，运势也变得平顺。9. 手腕线呈交叉状，若手腕线呈交叉状，杂乱无序，表示体质差，身体爱有小毛病。女人亦有经期不调的问题，受孕困难，子女缘浅。男人有肾虚的问题，应多加调理，注重养生。10. 手腕线断断续续，手腕线不连贯是气虚的表现。女人亦有卵巢问题，男人亦久可成疾。如出现手腕线一段一段的，应该多注意身体，适当的补充营养。最后小酱汁再给大家分享几个手相的案例，看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些特征。第一个，女主面骨藏，肉多于骨，偏营养质，五官也是圆润少棱角，做事毅力稍差，好胜心不强，不利职场，但福运不错，眉弯眼弯，心地善良，心慈手软，善积福报，只是眉稍显稀疏，贵人缘一般，好发善心财难聚，眼神天真，眼距稍宽，内心纯真少防备，易被渣男侵扰，加上面容姣好，更是烂桃花易侵扰，注意防范。还童眼，好发问，也易有假桃花，不过夫妻宫平满不凹陷，眼下子女宫饱满干净，婚后稳定顾家，鼻肉而直，心正心纯，中年运势行得稳，婚后财运见长，夫运也足，奴仆宫饱满，和晚辈缘分深厚。唇稍黑，注意肝的保养。下巴稍短，得子晚，晚年运程短。第二个，手掌白净通透，掌丘错落有致，福运根基不错，木星丘、水星丘、太阳丘三宫饱满，像3个小土包，福运深厚，人生高度可期。特别是食指木星丘饱满伴有田字纹，广置田宅，固定资产丰厚。金星丘特别饱满开阔，体质佳，精力充沛，为人也是慷慨大气，是个活泼开朗的人。纹路看干净利落，少杂纹干扰，运势顺畅少阻碍，只是纹路都偏直，为人稍显耿直少圆滑，出入适合的时候容易吃亏上当。从生命线青年时期断开也看出这个阶段有个坎。从太阳线被邪纹干扰来看，和犯小人有关，加上本身是个川长人，川长人易路锋芒犯小人。小指水星丘饱满伴有钱财纹，沟通能力强，能靠口吃轻松饭。感情线虽然深刻，但是平直，少弧度的感情说明对亲密关系不太有活力，也缺乏激情。不过婚姻中专情顾家。事业线中年断开后，由帮扶纹补充，说明遇到另一半之后，事业基本有对方来打理，家庭有自己来操持。第三个，手白如玉，肤质莹润，典型的女人手，温柔贤淑，手型偏土掌，勤劳传统，四指严丝合缝，能守财顾家，掌丘饱满厚重，福运根基深厚，小指水星丘饱满，沟通能力强，能靠口吃轻松饭。三大主线清晰深长少杂纹，运势顺畅少阻碍，特别是生命线深长清晰，尾端绕手腕。一生顺遂，晚年可享高寿。生命线初期见杂纹干扰，和六亲缘分稍浅，祖业不得靠，
不过脑线和情线间见多个神秘的十字纹，代表环境适应能力强，晚年易和佛结缘，内心平静释然，感情方能有些小问题。感情线中间出现裂缝，见情伤。生命线内侧亲密关系线也是横纹干扰，有过一段门不当户不对的恋情，最终情缘断。第4个，男人只系指头尖，纹路清浅，是文人体质，聪明敏感，但体质不佳，精力一般，不适合从事繁重体力劳动。所以古代讲，这类文人手相是清闲命，四指严丝合缝，能守财之进退，只是十指巽宫，财位褶皱明显，财运一般，难有大财。所谓守财，也是因为财不够，财虽弱，但财气满，脑线弯长，聪明有才气。脑线见多条向上的分支，多才多艺，博学强识，适合从事教师、公职类的脑力职业。生命线初期所练，幼年体质一般，后期生命线也没有加深，整体浅淡。成年后体质也一般，运势根基偏弱，建议增强体质，平衡脑力和体力，运势才能稳定长久。感情线平直少弧度，感情中偏冷淡，但是感情线和脑线都见倒纹，异性缘佳，这也和自身多才多艺有关。被动，桃花多，主动追求少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